大家好，欢迎观看居家101，我是阿杜。这是我三星的烘干机，它的序号是 DV405ETPAWRAA01。它昨天的加热管线不工作了，烘出来的衣服都还是冷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衣服烘不干的第一种可能性是，你的 filter 已经被塞满了。里面的毛屑把水汽全部都堵住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让水汽排出去。水汽会从后面的管道排向屋顶，但是也有可能是加热管线被烧坏了。我们先来看看要使用的工具。首先是这副手套，这个烘干机拆下来的零件非常的锋利，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再来是这个十字起，大部分的螺钉都是十字起，然后是这个一字起，只有后面的排风管线是使用一字起。再来是这个尖嘴钳，这个尖嘴钳必须要掰弯某些部件。如果你想加速的话，你可以选择电动的。我们先把这个电源拔除，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下后面的螺钉了。后面有2个螺钉，下来之后，这个烘干机的盖子就可以拿起来了。不要直接抬起来，往后拉之后再慢慢的抬起来。那我们盖子就可以放在旁边了。前面的控制面板没有螺钉，有一个 harness， 把它拔除。控制面板也可以放旁边。前面的面板上面有4个螺钉，我们把它下来。把烘干机的门打开之后，前面也有螺钉，下面有2个，然后侧边跟上面各有1个。下面的2个螺钉是有 washer 的，上面的2个是没有的。这4个螺钉拆下来之后，前面的门板就可以拿起来，把它抬起来，它的卡槽会出来。这边也有一条 harness， 我们也需要把 harness 拔除。右下方这边也有一条 harness， 把它拔除。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可以看到电热线圈了，它插在后面这个圆圈上面，下面有个底座。后面的排风管线需要用一字起，把这个金属的夹子把它弄松，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你可以看看这个管道里面，看起来并不算特别脏，你可以看到光线，那是屋顶的光线，但是灰尘还是不少。现在我们来清理下面的通风管道，找一个大小适中的杯子，下面挖一个大的孔跟一个小的孔，小的孔可以穿过这个刷子。这个杆子是用螺栓给它拴起来的，刷子插到这个管道里面去，然后把杯子套上，然后我们将吸尘器的头塞到这个大的洞里面，尽量让杯子密封，这样子抽风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的把灰尘抽出来。在吸尘器启动的同时，我们将这个刷子套在电钻的头上，然后记得必须要顺时钟旋转。如果是逆时钟的话，它的连接处可能会断掉。我们先使用短一点的杆子来回的刷，尽量把它刷干净一点。
等刷干净之后再接下一根杆子，不然如果杆子太长的话就会很难控制。一根一根的接上去，然后再重新连接电钻的钻头。这个过程需要重复几次，总共大概有5、6根杆子。另一点是，如果你的刷子跑到了你的 vent 外面，它也可能会卡住，所以不要过于贪心，把你的这根线接得太长。如果它跑到了屋子外面的话，那可能会很难把它拔回来。我们将这个烘干机后面的管线也清一下，我这边只是随便弄一下，用吸尘器直接吸了。再把加热管线拆下来之后，我已经确定了是加热管线损坏，所以我从 Amazon 买了这个部件。这个部件的 part number 是 DC4700019A。我们来看看，这是我新买的部件，然后这是一个底座，这是我们拆下来的底座。它前面有2个卡槽，后面有1个卡槽。新的部件你可以看到这边有2个插孔，这是我拆下来的旧的部件，一样有2个插孔，而且你可以看这个电热管线，我摸一下看看，这里断掉了。它如果断掉的话，它就不会再加热了。这2个插孔必须要插到前面的2个孔里面。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放回原来的这个洞里面。你可以看到上面有2个凸出来的卡槽，下面是放底座的。我将这个新的部件放进去，把这个2个插槽插回去，然后将这个孔对准。这个孔有点不好对准，盖子也蛮难盖起来的。它这个边缘非常的锋利，我现在没有戴手套。这边旁边有2个凸出来的金属片，我们需要把它掰弯。如果不把它掰弯的话，它可能会弹回那个洞里面，这样我们就会有接的困难。我戴了手套，因为我的手被划伤了。你现在将螺钉转回去，然后我们把这个感应器给装上去。我后来看了图片，我觉得我这个感应器可能装反了，我不确定它有没有正反，所以我之后又把它反过来了一次。这个也一样，把它装回去。这一个部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正反的。记得拍好图片之后，照着原来的图片方式接回去就行了。我们将这个底座安装回去，必须要先把上面的电热线圈放进去，才有办法把底座放进去，不然电热线圈就会卡住，就放不进去。下面底座有2个螺钉，记得卡槽一定要塞到那个孔里面。下面有2个螺钉，然后介于电热线圈的盒子，还有这个底座，还有1个螺钉。
把它转进去，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然后把这个 harness 接回去，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机壳给装回去。现在我们来安装这个烘干机的门板，这个门板上面有个 harness， 我们先把这个电线接起来，将这个门微微抬起来，下面有一些卡槽，要把它塞进去。卡槽塞进去之后，上面的4个螺孔自然就会对上了。确保螺孔对上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来上螺钉了。上面总共有4个螺钉，我们来安装前面的螺钉，下面的2个螺钉是有 washer 的。上面的2个螺钉是没有 washer 的。我们把这个控制面板装回去，跟拆下来的时候一样，要把这个 harness 接回去。下面有4个卡槽，把它塞到卡槽的孔里面，然后不需要螺钉，就直接把这个控制面板给装回去就行了。上面有很多个卡槽，确保它们全部都有压进去。如果没有压进去的话，就再把它抬出来，然后再把它压进去。然后我现在就把它拔出来了，再把它压进去一次。然后现在就确保它有压进去了。然后我们现在把后面这个盖子放回去，跟拔下来一样，不要从上面直接放下去，要从后面，然后把它放下去之后，平平的推进去。然后确保没有缝，然后后面的2个孔自然就会对齐了。我们把后面的2个螺钉装回去。现在我们将这个通风管道接回去，把它塞回去之后，用1字起把这个夹子给拧紧，它就会自然把它夹住了。这边我要重新说一次，你在清洁的时候，刷子必须要顺时钟旋转，不然那个杆子可能会脱落。还有杆子不要用太长，如果它跑到通风管道的外面，那可能会有拔出来的困难。还有一点，我之前说了，你的通风管道是由屋顶出去的，这不一定准确。有些通风管道是从屋子的侧边出去的，但是我在我家屋子的侧边并没有找到。来，我们来总结一下所有的步骤。第一点，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壳拆下来，拆完了之后呢，把这个电热线圈也拆出来，换上新的电热线圈，然后把机壳装回去。同时，我们要清理后面的通风管道，以防它再次堵塞。堵塞的通风管道有可能会把电热线圈再次的烧坏。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这个烘干机是否运作。我现在把衣服放进去，然后给它启动，旋转，只需要等一下下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加热，大概10到15秒，最多20、25秒。那我们打开来看看。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热气，这代表电热线圈已经修好了。这是我发的第一个视频。如果以后有机会有其他的电器或者是家里的东西需要更换或者是维修的话，我会发出相关视频。如果对这个视频还有各种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会尽量回复。如果您喜欢，觉得这视频对您有用，请在下方3连击。非常感谢，谢谢收看。